普京麻烦了，美国可能会军援乌克兰10年，打造一个军事盟友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就在俄罗斯火速并入乌克兰4周，乌克兰军队在赫尔松和顿巴斯地区展开持续反攻的背景下，美国会对乌克兰提供多久的援助就成为了一个焦点，因为这将直接决定乌克兰军队还能打多久。近日，美国防务1号网站发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总顾问埃里克·斯瓦布的文章。斯瓦布在文章中称，美国提供的长期援助可能长达10年以上。乌克兰不仅可以确保其未来不受俄罗斯复仇主义的影响，华盛顿也可以获得一个一流的军事伙伴，但其前提条件是10年之后，乌克兰还有多少人？自俄罗斯军队2月份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，华盛顿承诺提供163亿美元以上的安全援助。拜登政府已承诺以尽可能长的时间支持乌克兰，并正在采取措施提供长期援助。然而，美国纳税人正面临着高通胀和经济进一步收缩的前景，而且美国最近的军事援助记录也很差，因为美国在过去20年里花了800多亿美元支持的阿富汗军队迅速崩溃了。美国通过外援也曾有过成功的案例，在过去的10年中提供了10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，使哥伦比亚能够击败在那里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。今天，哥伦比亚是美国在南美洲的主要伙伴国之一，但是美国已经认识到乌克兰战争的潜力，不是战争初期美国情报部门所推测的只能抵抗4天，而是有着全面对决俄罗斯军队的能力。所以美国另一个选择是提供长期的援助，以打造出一个一流的军事伙伴。由于泽连斯基比较能干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呢过去也比较高，乌军呢现在又拥有了一定的作战经验，因此乌克兰是值得美国长期支持的。乌克兰的人口超过4100万，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，已动员起来加入乌军的人数已经高达70万。乌克兰军队还获得了宝贵的战斗经验，而其中的一些战斗经验甚至许多美国军队都没有。为了能够和俄军抗衡，乌克兰必须要用西方的武器来替代大部分苏联时代的军事装备，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为了让乌克兰建立一支一流的军队，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必须持续数年甚至10年。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削弱了自己的有限库存以支持乌克兰，并且无法迅速地增加产量。这些国家必须签订新的合同，以提高生产能力，并大量生产武器装备。美国及其盟国还需要增加对乌克兰军队的培训。目前，这样的培训正在进行中。例如，英国军队已经在英国训练出了多达1万名新兵。整个培训周期需要数周时间。未来几年，乌克兰将需要培训数十万人，以弥补其战场上的损失。组建新的编队，并重新培训现有的部队，使其能够使用新的装备和磨练战术，以应对下一阶段的战争。对乌克兰的长期援助政策，除了建立一支一流的军队保卫欧洲国家，在未来成为美国的关键伙伴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好处。这将向俄罗斯发出信号，表明它无法击败西方的支持，并消除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作为军事伙伴的可靠性的怀疑。此外，美国的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能力有可能会产生指数级的影响，由此美国或许会成为一个主要受益者，使美国军队能够在未来几年内专注于欧洲以外的潜在冲突。要注意，美国可能只需要花点小钱支持乌克兰对付俄罗斯，从而能够腾出精力来抗衡中国军队。可见，
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，从最根本上讲，仍然是为了他们自己。普京一定要认识到美国的规划，以乌克兰军队长期鏖战的后果，可能会让美国获益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